几年后流行的厨房。一、传统厨房门只能开一扇，进出太拥挤，关键是地下的地轨绊倒了醉鬼老公就不好了。拆掉推拉门和非承重墙体，定制和厨房一体的整体橱柜，才美观。记得提前订好烤箱，预留烤箱大小的位置，顶上挖一个洞，隐藏吊轨门的轨道，安装极窄玻璃推拉门，打开空间更开阔。二大娘在这里跳芭蕾，空间足够开阔。拆掉小气的门槛时，厨房不贴小片瓷砖，逢多卫生不好打扫，而是客厅750×1500的大片瓷砖通铺，空间更显大，老公打扫卫生也轻松。二、不买成品调料置物架，外露油渍太难清洗，而是拆掉吊柜的底板和侧板，装上能自动上升下降轨道，上面固定几块防火板，再多调料瓶瓶罐罐都能放下，关键是也不影响吊柜的使用，缓冲升降拿去也超级方便。置物架不外露更整洁，老公打扫卫生更开心。三、不把洗菜台都做一样高，老公每次洗菜切菜弯腰很辛苦，一定要抬高100，老公开心洗碗切菜不累腰。不装台上双盆槽，洗个铁锅太费劲，而是装个大单盆，洗什么都省事。不装台上盆，垃圾不好清理，四周打胶容易发霉发黑，而是洗菜盆下落，台面垃圾更容易清洁，关键铁锅都能在里面翻跟头。不装不能动的水龙头，还是装可拉软管水龙头，360度冲洗无死角。五、洗菜盆下水管不做地排，放个东西都太费劲，而是拆掉原有下水管，把水管预埋墙里面，这样不浪费空间，增加储物空间，这容量我自己都佩服。记得提前预留净水器插座，没事还可以和小姨子玩躲猫猫。关上门真的很难察觉。六、窗台一定要下落，台面延伸洗菜增加了台面刷碗更宽敞。七、洗菜大单盆的尺寸和常规水槽式洗碗机一致，提前预留好尺寸安装洗碗机，解放双手才是硬道理。八、也许你觉得这个设计还不过瘾，也不希望中间商赚差价，那就进入主页查看更多更好的设计作品。3个孩子1间房，老婆一不小心生了3胞胎，家里只有1间房，2个男孩1言不合就开打，直接影响学习。没用的老爸只能抓耳挠腮，老妈都气得晕倒了。不如这样弄：一、几根方管做一圈，中间填字格焊接，底下镀锌钢管做支撑，找二舅妈借几根膨胀螺丝，把它牢牢地固定在墙上，外包几块实木面板更环保，上面盖上透气的排骨架，往上淘2个床垫就是床。这样的床就算是二舅家再凶狠的宠物，在上面狂奔，这个钢架床也纹丝不动。二、3个木盒做台阶，下面抽屉收纳2个孩子的玩具，上面抽屉收纳孩子的内裤和袜子。回廊高度1.7米，床底高度1.5米，这样的错层设计，就算是老妈在上面来回走动也不撞头。三、床靠背半截木饰面配灯带，墙面挖一个薄薄的洞，增加收纳空间，让孩子睡前养成阅读的好习惯。外面木饰面隔墙，中间掏2个洞，麻绳网格固定，采光通风又透气。记得安装窗帘，遮光睡觉才舒服。旁边安个铁护栏，防止睡觉的时候滚下来。中间安个小吊扇，睡觉更凉爽。四、床底做个小书房，下面做一排 U 型矮柜，不常用物品放里面，空间不浪费。外面做2个带滚轮的抽拉柜，孩子学过书籍全放下，留住童年的美好回忆。靠墙做书柜，高考复习资料全放下，矮柜上放上软垫就是沙发，一块木板延伸过来就是书桌，孩子读书写字更宽敞。清华北大随便考。五、门靠右移，做一排到顶的大衣柜，上面放过季的被褥，下面全做挂衣区，挑选衣服一目了然。防火板木饰面隔墙，安装磨砂玻璃门，透光不透影。六、床底封闭就是姐姐的衣帽间，再多的衣服都够放，安装白色纱帘便宜好看还挡灰尘。钢架靠飘窗做个拼接床，外包木饰面延伸到飘窗，往上淘个床垫就是舒服的床。靠墙贴软包睡觉才舒服，下面做一排抽屉，收纳闺女的内衣、内裤、袜子，拿取也方便。旁边延伸做悬空书桌，闺女读书写字也很方便。上面做一排吊柜，增加收纳空间，下面搭配层板，高考复习资料随便放。这样的卧室满足3个孩子的日常需求，关键是闺女有独立的空间，再也不怕2个调皮的弟弟影响了。七、也许这个设计你感觉还不错，以后也不希望被中间商赚差价，那就进入主页查看更多更好的设计。几年后流行的卫生间，辛苦1天的老婆，每天先是刷牙，洗手台太小，上面东西乱七八糟，上个厕所，抽纸无处安放，还总是弄得湿哒哒的，洗澡脱的衣服和要穿的睡衣没有地方放，关键冬天冲凉老婆冷得发抖。不如这样改：一、常规卫生间长2.8米，宽1.8米，用红砖砌个墙，中间掏2个洞，干湿分区，瓷砖贴面，玻璃砖做隔断，实用颜值高。旁边安装铝合金长虹玻璃门，透光不透影，防水防潮颜值高。二、里面红砖砌浴缸，外贴大理石，底下整块大理石做拉槽，防滑的同时不积水。
放上干净的水，简单的浴缸就这样完成了。旁边淋浴区地面下沉5公分，防止水外流。接口弧形大理石连接不绊脚，提前预买2个75的下水管，装个长条地漏，实用颜值高，跑水比火箭还快。浴缸上安装吊轨双层烤漆玻璃，防止冲澡的水溅到浴缸里。淋浴房就这样完成了。冬天怕冷的老婆，每天都可以舒舒服服泡个热水澡了，关键也不影响喜欢淋浴的老公。3. 镀锌方管做框架，中间焊接几根短的，用角铁3脚架做支撑，找二舅妈借几10块，买几根膨胀螺丝，把它狠狠地固定在墙上，提前固定好水箱，外包几块大理石和马桶形成整体，下面包太空铝板，增加储物空间，拿取也方便。这样的钢架洗手台就算是二舅家的宠物，在上面狂蹦也纹丝不动。台面掏一个洞，定制陶瓷台下盆，台面水渍好清洁，安装壁挂马桶，实用颜值高，主要增加了台面和侧面收纳空间。关键悬空洗手台和马桶底下再无卫生死角。4. 上面安装壁挂洗衣机，专洗内衣内裤，杀菌消毒更健康。下面小型洗衣机，专洗老公的臭皮鞋，解放老婆的双手才是硬道理。台面空间太小，瓶瓶罐罐又真不少，拆掉原有隔墙，瓷砖气比堪，在败家的老婆都够放了。台面更整洁，安装极窄吊柜轨道，定制2扇长虹玻璃推拉门，推拉不费力。5. 洗手间不装铝扣板吊顶，降低了层高，而是用石膏板造型吊顶，外刷防水乳胶漆，简洁更明亮。墙壁上掏一个薄薄的洞，嵌入铝合金柜，上面放浴巾和干净的衣服，下面放脏衣篓，换的脏衣服随时放，灵活利用空间。旁边安装一个电热毛巾架，毛巾及时烘干，干爽才舒适。6. 也许这个设计你感觉还不错，以后也不希望被中间商赚差价，那就进入主页查看更多更好的设计。几年后流行的小卧室，卧室长3.1米，宽2.8米，放下床和床头柜，开门都困难，活动空间太小，进出总是蹑手蹑脚。去掉一个床头柜，床靠窗睡觉不安心，关键是衣服太多，一个衣柜不够放。大聪明的我决定这样带：1. 几根方管做床架，横竖焊接更牢固，底下立柱做支撑。去二舅家借一堆膨胀螺丝，把它狠狠地固定在床上，外包环保木饰面，中间盖上透气排骨架，再去网上淘一个松软床垫就是床。靠墙做衣柜，翻开盖板，存放换洗的床单被套，空间灵活利用。上面全部挂孩子的大衣，安装玻璃推拉门，实用颜值高，就算是在活泼捣蛋的男孩子在上面练18般武艺，这个钢架床也纹丝不动。靠墙贴木饰面，睡觉才舒服。上面挖一个薄薄的洞，暗藏灯带，让孩子睡前养成阅读的好习惯。插座开关装床头，关灯不用下楼梯，看书刷视频也很方便。2. 2个木盒做台阶，下面抽屉收纳儿子喜欢的玩具，上面抽屉收纳内裤袜子很方便。上面做个小书柜，放满儿子的战利品，旁边贴个小黑板，发挥孩子想象力。这样的床老妈在上面来回走动，也不碰头，高度足够高。3. 床底下封闭就是一个衣帽间，放几个活动的滚轮挂衣架，推拉不费力，拿取贼方便。外面定做推拉柜门，空间灵活利用。4. 靠边做个抽拉柜，收纳国际的棉被，也不占空间。旁边延伸做悬空书桌，窗台加一块盖板，增加台面空间，空间更开阔。孩子读书写字更轻松，清华北大随便靠。旁边做一个到顶的大书柜，高考复习资料随手放，关上门挡灰尘。5. 窗帘安装在窗户里，更节省空间，一定安个铁护栏，防止睡觉的时候滚下来。记得安个小吊扇，真的很凉爽，连空调钱都省了。这样的卧室虽然小，但是功能齐全，一点都不拥挤。6. 也许你感觉这个设计还不错，以后也不希望被中间商赚差价，那就进入主页查看更多更好的设计。